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第二个模特身上再去分析一下她的这个结构。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瘦的女性模特，那她的肌肉呢就没有那么发达，也没有那么饱满，她的肌肉呢就比较平，比较扁，胸大肌就比较薄，形状也会存在一些区别。当我们画熟练了之后呢，我们知道胸大肌的去向，画到哪里可以呢不用画的那么完整，因为它有一部分始终是被遮住的，被遮住的话呢，你画了也需要擦掉。那它这个小的尖三角肌形状呢也比较鼓，但是整体的体量比较小。这个是抬起来的一个手臂，抬起来手臂呢，横断面的这个圆更圆一些。这几个部分的关系要画对，胸大肌、尖三角肌要绕到这个圆柱的另一侧，然后被这个圆柱抬起来呢往上顶，整体的这个宽度也变窄了。这个是它动态带来的一些造型上的特征变化。然后这一侧手臂是向下的，就没有向另一侧被压短。然后从这个位置去判断胸大肌最外边，再画不能画出去啊，不能画到这儿，它就不是这个模特了，它就在这个模特身体里面，它就超过了这个模特身体胸大肌的边界了。下面比较扁的一束在第六类软骨结束，在第六类软骨这个附着处。因为这个手臂是向下的，它的尖三角肌长度也更长。注意这个拐点和这个拐点，向下这个圆柱呢，它的横断面略平一些，这是一个略平视的角度，所以说它的颈部圆柱上面的这个面也比较扁。这个是胸锁乳突肌，胸锁乳突肌呢像一个棒球棒，在骨骼附着的地方比较细，上边比较圆、比较鼓、比较大。然后是胸锁乳突肌锁骨段，由于这个模特比较瘦，它的斜方肌也更扁一些。上一个模特在这个位置就鼓起来的，然后在它这里呢就是略平的，这是不同模特的个体差异，不同的特征。那这里是胸部乳房的脂肪垫，是一个球形，它位于胸大肌下半部分啊，它不能画到这儿来，这个位置就太高了。然后在画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不要这个部分它是脂肪，它不属于肌肉。经常有同学呢把它和胸大肌混淆了，画成了一个形状，就看起来非常的奇怪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一般这个脂肪会在胸大肌的侧面、下边、里边还会有一块儿。